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春风全新发布的500SR 没有瓮仿赛的版本。今天一共看到了两个颜色，灰色和白色的版本。漆水的质感是不一样的，白色是亮面的。春风的白色，我认为是一个绝对不会出错的选择。如果您不知道选什么颜色，那就选这个白色。外形方面，不光车头的部分换成了家族式的设计，在很多小的细节设计上也做了很多的调整，但是都是我们熟悉的春风的那些元素仿在的那些基因。那这台车现在整体呈现上，它更贴近于它大哥750的设计，跟675那种比较干练清瘦的风格，其实走的是两个路线啊。我们先从车头部分看起啊，前脸罩是不是有点缩小版的750？但其实不能用 mini 这个词，因为这个车实物的感受在国产的小四缸里面，我觉得也是比较饱满和大的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风挡的面积 OK， 那采用一体式的转向灯和反光镜的设计，也是大家喜欢的内容啊。前梁的这个对号也是春风现在 SR 家族的标志性设计语言了啊。定风翼的设计还是比较克制，讲究车身设计语言的一致性。当然，因为它是一台4缸机，所以整个前半部分的宽度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还要更宽一些啊。这个灰色磨砂质感在灯光的加持下，看上去还是相当在线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小的心思啊，这种金属的网衫，侧面的身份版花，这个车设计的小心思可以说无处不在。那配置方面也有更改，现在换了日清的对4卡钳也装了家族化的这种导热的，其实我觉得装饰功能会更多一些。双碟的浮动盘，振兴 S3N 的轮胎，今天在天府赛车场体验下来，抓地力还是相当在线的，日常跑街使用没有任何问题啊。那前轮是120的宽度，后轮是160的宽度啊。然后整个侧面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修饰啊，就你能看到的地方，我觉得它都用了饰板来遮盖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铬木钢啊，中间这里的缝隙有一个塑料遮盖，上面油箱让你驾驶起来会更舒服。这边侧板也印了版花，还有像发动机的边盖，包括车架的质感上，比瓮那个时代还是要进步不少的。所以这台车从侧面看，包括底兜这里，整个漆水做工呈现上，在国产小4缸里面，我觉得都算得上比较优秀和有质感的作品了。你看一下脚踏这种金属的感觉啊，它的脚踏位置我觉得还是一个街跑的定位，没有675那么战斗，比750又略微的运动一点点啊。然后排气的造型也做了改变，大家很多人担心坐上去会不会烫，我实际刚停下车就去摸了，完全是可以在接受的范围之内啊。后摇臂的整体造型并没有做大的改动，跟我们之前看到版本也是一样的。那后刹也是单碟单活塞的系统啊。那后轮它采用了保守的或者说正常的一个配置，160的宽度啊。那160的宽度，我觉得还是照顾到你操控或者灵活性的一种考量。那要从纯粹视觉上一个180的，可能部分观众会更加喜爱啊。然后座椅坐垫这里收的还是挺窄的，因此它对身高的包容性，我觉得做的也是很好。那尾部造型就是 SR 家族的这一套了，空气力学的这种设定啊，尾部基本上就是个装饰啊。然后现在的尾灯也变成了像675这样一个横条集约在一起，和自家的其他产品视觉上的辨识度，可能就是这个高位的双出排气了。那500SR 最新版本没有匹配电子油门，还是拉线油门，所以它的快排也是单向快排啊。然后看一下它的第一视角，油箱的这种漆面的感觉，我觉得还是相当在线的。这个油箱的加持感也很好，我170的身高，大家可以做一个参照啊。然后第一视角看上去整个工艺的这种感觉，包括连板还有自带的这种钛齿，都是相当规整和精致的啊。然后现在也换了跟750一样的那块仪表，前减震都是可以调节的啊。手把按键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阿春家这一套了，这个4项的开关使用起来，包括交互的逻辑，我觉得都是很低的学习成本了。那这个仪表也是我们熟悉的演员，就750上用了这一块，好像这一代产品更新都会换这个更大的仪表，使用起来就是目前国产仪表厂商里面算第一梯队，一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。UI 的设定、车机的逻辑、交互的体感，都是可以让其他厂家来进行学习的。好了，我现在等待上场了，看一下我的头盔，我还戴了个耳机，下次也到。给你们说一个悲伤的事情啊，看这是谁？水良，水良皮衣穿不上，我是不是笑出声了？你知道吗？那我们今天试驾的场地就是成都的天府赛车场，哇，大赛道跑这种4缸高转机才能拉得起来嘛。今天老实说，我跑了2节真的是太爽了。
道，很多兄弟买跑车更多的还是在街道骑行，偶尔去周末玩一下。像跑这种大赛道的机会是比较少的。哎，那如果你是春风的用户，可以直接来参加春风日啊，只要包场给你玩啊，所以这就是春风车主最幸福的时刻。那我们简单的来聊一下今天在赛道上的一些体验啊。首先，这个发动机本身，我觉得还是一个高转发力的机器。8000转以前，如果你出弯的时候档位没有匹配好，比如说你3档出弯，转速一旦掉下来，那感觉前段的时候还是比较肉的。那这个车还是让你高亢的骑，这最好维持在1万转以上，整个亢奋的感觉，动力跟手的那种。而且这个车它非常的灵活。我在刚骑上它之前，我想跑这种赛道，因为4缸高转嘛，它会不会比较有严重的陀螺仪效应？但实际上我在做倾倒下弯的时候，这个车在国产小4缸里面的灵活度、操控的感受，都是最好的一个类型。真的，大家这个车上市以后，欢迎大家来试乘试驾。然后还有一个亮点就是 ABS 的调教啊，我今天在这个，当然前面有教练车嘛，不会让你为了安全起见，不会让大家骑得很凶。我刹车基本上捏不出来 ABS， 哇，这种日清的手感本身就很好，然后刹车的这种线性的感受，一改往日我对阿春家产品 ABS 调教比较保守的看法。整辆车体验下来，一句话总结，就是一台充满阿春风味的仿赛。虽然它是一个街跑的定位，但是4缸机高转这种特性，在这种大赛道里面，也可以让你酣畅淋漓的来骑行。快排的虽然是一个单向，但是大档的这种感受也非常好。当然，如果纯粹拿来当赛道车的话，我这个身材还可以做一些骑行3角方面的优化，比如把手把再放低一点，脚踏再升高一点，我觉得我可以骑得再凶一点。那这辆车在街道里的表现到底怎么样？它是不是一台好骑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仿赛呢？未来有机会的话，我把它借出来给大家再详细的感受一下。那今天机会难得，我们沉浸式来体验一下成都天府赛道500SR 的第一视角。